共產黨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，在敵後建立起了一個看不見的國家。但這條道路的發現絕非一帆風順。1927年4月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，國共合作破裂。隨後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南昌起義、廣州起義、秋收起義相繼爆發，結果全部以失敗告終。共產黨員人數從6萬驟減至1萬。秋收起義受挫後，毛澤東當機立斷，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，帶着隊伍上了井岡山。正是這個決定，讓中國革命迎來了轉折。毛澤東在實踐和探索中發現了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：農村包圍城市，武裝奪取政權。然而在此期間，中國共產黨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1930年，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，制定了攻打武漢、長沙等大城市的冒險計劃，結果損失慘重。之後，王明上台，繼續堅持城市中心論，最終導致第5次反圍剿失敗，中央紅軍被迫長征。從1927年到1935年，整整8年，中國共產黨人用一次又一次失敗，證明照搬外國經驗行不通，中國革命必須走自主路。對此，毛澤東給出了深刻分析：第一，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，敵人雖強，但不可能處處都強。大城市是他們的統治中心，農村則是弱肉強食，在敵人力量分散的地方，革命就有生存空間。第二，中國土地廣大，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，敵人不可能全部突破。廣大的農村山區是天然的游擊戰。第三，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，中國80%以上的農民，誰能發動農民，誰就能贏得。而發動農民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土地革命。但土地革命不是簡單的拿出好土地，而是讓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，成為國家的主人。1949年，當解放軍的隊伍從農村開始進抗戰，第二個隊伍從生產戰爭14年完成業績。中國這個力量是任何精良的武器准備和土地革命，70年代就被恢复了联邦原理。